Hello， 大家好啊，我是Liz，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新加坡居住如何能确保自己的健康和钱包不会受到某些潜在刺客的影响呢？那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吧。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个热带国家，平均每天的气温有30度以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新加坡的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是差距非常大的。因为现在新加坡呢，大多数地方都有开空调，而且空调的温度特别低，让人冷到怀疑人生。尤其是一些办公室区域、电影院和一些新建的商场。一般像我这样怕冷的南方人啊，去看个电影都需要带厚厚的外套才可以保暖，因为在里面一坐就是1-2个小时。不过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商场就没有那么冷了，可能空调效果不够强力的原因吧。第二点，在新加坡居住的人应该都知道，食阁的食物物美价廉，大多数人都会经常去食阁吃饭嘛。但是你知道吗？去年的新规定啊，就是如果吃完饭之后不把餐盘归还原位的话，如果被抓住就会受到惩罚哦，一次会罚1500新币。我1个月的工资都不知道能罚几次哎。虽然说食阁平时有清洁人员清理，但是他们最多只是负责抹桌子，收拾一些已经归还碗碟处的那些碗碟。所以大家在吃完饭之后，记得一定要把餐盘归还到指定的地点哦。第3点，大家都觉得在新加坡吃饭很贵，特别是去那种餐厅吃饭，但实际上里面的菜并不贵。就东北菜而言，素菜差不多6到8块新币一份，荤菜呢就在12块到18块之间。那为什么这么便宜的菜3-4个人吃，点到最后还需要花100-200块钱呢？这是因为在新加坡吃饭需要付消费税和服务费。消费税今年是9%，服务费也有10%，所以你算下来需要付额外的20%的钱。是不是特别夸张？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找一些不需要服务费或者消费税的餐厅去吃饭。如果有这样的好吃的餐厅，我下次也可以跟大家推荐。第4点，在新加坡待久了，我都成半个医生了。我自己如果不小心发烧感冒了，我都能靠自己来判定我是风热感冒还是风寒感冒。我的很多朋友啊，也是在生病的时候自己吃一点退烧药，很少去看医生，除非实在是没有效果，或者说觉得自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才会去大医院看医生。其实对于我个人的话，小诊所其实并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小诊所的医生看病啊，都是根据我们的一些表面的病情的症状来开药，有的时候他并不会深挖底层的原因，所以啊，一般他们也只会开一些比较普通的药，那些药呢，大多也在药店都可以买到，比如说正常的退烧药、感冒咳嗽水等等。如果去小诊所看医生，一次也差不多要50大洋左右。所以一般对于我而言，小病自己在家里治，大病才去看医生，而且要去好的大医院看。那说到最后一点，网上大家都常说，如果生病，小病自己扛，大病一定回国治。这是为啥？因为新加坡的医疗费用太贵了。没错，一个小小的日间手术就要花10万人民币左右。但是意外在所难免，如果情况非常紧急，没有办法上飞机，等到回国怎么办？所以一定要给自己配置医疗住院险。如果真的有意外或者说生病的话，就把这昂贵的医疗费用的风险转交给保险公司吧。那我们这期视频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保命指南能给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拜。